可有令牌？打开城门！新的消息，倭寇夜袭！跟我来！快去支援西门！快点！将军不必紧张，我们广东援军今夜此时就会抵达，此时应开正门，让援军进城杀敌。将军，刘总兵的信确实说了，子时便知兴化，现在已经快到子时了。好吧。开城门！开城门！野起来！口了塞！嘉靖41年，兴化府城陷落，这是嘉靖朝自抗倭以来第一个陷落的府城，朝野震动。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福建巡抚革职，福建高威由谭纶接任。将军，别拦着我！放开我！你干什么？让开！你不能进去！杨完，这个节骨眼你还想找架打吗？那个姓赵的，不是说你？他拿了我们戚家军的帅印，天天让我们这些人活在他眼皮子底下，我是忍不下这口气。今天我一定把这帅印给拿回来，让他长点记性。杨文，让开！放开我！你抢回来就能出使福建吗？荒唐！亏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赵大河，怎么样？咱们戚家军现在处处受节制，我知道你委屈，你们都委屈。可你们想过没有，全军上下担负着最大的委屈和不甘的是谁？是戚将军。最想出师入闽，立刻荡平倭寇的是谁？也是戚将军。你痛恨赵忠诚，我知道，可是他用他的方式在为朝廷着想，他有他的立场，也有他的难处。戚将军有戚将军的难处，让你们按兵不动，是怕扰乱了军心。现在2000新兵刚刚入营，当务之急是练兵备战。朝廷今日不让我戚家军出战，明日不让我戚家军出战，总有一天会让我们戚家军出战的。众将士听令！是。会帐休息，全力练兵。是。
七爷，把门开开吧。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吃点东西吧。如今的当务之急是练兵，练兵。督训新军是朝廷的职务，是否派军入闽，派哪支军队，由朝廷管着。这时候，莫不是你要跟朝廷作对吧？新军督训一事，进展如何？这几日，编舞、操练等科目已经开始了。从头慢慢来吧。您知道，训练新兵不能着急啊。不，急，很急。我最近看了福建的地报，自兴华府失陷以后，福建失地日渐增多，恐怕……将军想说的，属下懂了。将军希望属下做什么，请明示。我如今已经调防杭州，不是戚家军的主帅了。现在不是我命令你们做什么，而是你们愿不愿意做什么。此话怎讲？戚家军12000人，敢不敢入闽参战？我问你一句实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戚家军已沉寂多日，厉兵秣马，只等一战。这一仗，我们等得太久了，福建的百姓也等得太久了。朝廷是不让打，我们就不打了吗？这仗是不能打，但该打，该打的仗就得打。大和，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可是要掉脑袋的。没想到，你文官出身，竟如此的血性。这样的罪名不能让将军一个人担着。赵大和愿与您共担此罪。戚某如今已经可以不计得失了，可是你不同。这场仗，哪怕是假传圣旨，也要让戚家军打上，不管是输是赢。我戚继光已经是必死无疑了，所有的罪责由我一人承担。将军，赵大和，不要再说了。事不宜迟，2日之后，若敢入闽参战的，教场集合。这件事情不要过早声张，只让100户以上的将官知晓。出发前半个时辰，再通知全军。是。戚家军全体将士，这场仗我们等了多久？半年，180日。本帅问你们，我们可曾有一日懈怠？日日为令，时时备战。今晚你们也知道了，这场仗朝廷不让我们打，这场该打却不能打的仗，
你们打不打？打！我们为什么要打？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命不是我们自己的。你们加入戚家军的第一天，就立下誓言，男儿一语，当落地生根。当军人的，就应该同国家同兴亡。保家卫国。新兵营，要。你们也要入闽参战吗？是。好，戚家军12000人，1万老兵，不用训练，可先行入闽。由杨文、胡守仁率领，在兴化城附近驻扎。得令，得令。 2000新兵，由我和赵大河边行边练。得令。这是我戚家军付出的第一战，只许胜，不能败。立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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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胜！必胜！必胜！立正！中丞大人，中丞大人，中丞大人，大人，不好了，戚将军不见了！什么？谁不见了？戚将军不见了。属下是指，何时不见的？属下刚才替戚将军的马上马料，发现马不见了。戚将军应该是半夜骑马离开的。那你们赶快去追呀！中丞大人，中丞大人，军营传来消息，戚家军已经全营开拔，奔赴福建了。老夫最担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他这是找死啊！传我令，速调聂司衙门200精兵，立刻随我出发。无论如何，也要在戚家军进入福建之前，将戚继光拿下。只要他胆敢踏出浙江一步，就地正法。快，备马！皇上，朕吃不下。奴才知皇上龙体违和，不思茶饭。奴才斗胆为皇上寻了宫外的民间小吃，皇上可想一试？什么小吃啊？外脆里糯，甜而不腻，中间有孔，看着倒像是个肚脐呀。皇上圣明，老百姓就称它为肚脐饼。据说跟戚继光有关，也有人称它为继光饼。叫张居正进来吧。是。臣叩见皇上。给朕讲讲这饼的来历。回皇上，继光饼乃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打倭寇的时候，为了方便行军作战，烤制的一种像肚脐一样的小饼。在饼中间有一个圆孔，为了便于穿上麻绳，把它挂在身上以充当干粮。由于戚家军屡战屡胜，备受百姓的爱戴，所以每行军时，百姓们便烤制这样的继光饼，以表示感激跟拥戴。为此，百姓们还有歌谣传颂呢。你会唱吗？臣唱不好，但词还记得。那就念。
杜启禀向杜琪，倭贼平路扰我地，害得百姓遭烧杀，全靠纪光来抵御。杜启禀圆又圆，送给七军好上船。胜利回来平了乱，好使百姓好团圆。杜启禀甜又香，送给七军当干粮。纪光将军爱百姓，百姓称他为尊长。你觉得这词好吗？民间歌谣，多半难登大雅之堂，然心意真切。真字可贵，好；戚家军可贵，好。你不好，不说真话，说瞎话。臣原词是百姓尊他为天长。皇上圣命。天改成尊，就这一个字。真是天子，他是天长，胆子也太大了。皇上息怒。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好诗啊，好诗啊！戚家軍が福建に攻め寄せてきたというのはまことか。はい。兵を分かれてた一部は急行してる。すでにピンハイウェイ付近に着いた。約1万人です。もう一部は遅いです。まだ進行中。約2000人です。殿、戚继光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戚继光が連れてるのはどの軍だ？奴は後ろの2000人を引きてる。様子を見ると新兵みたいです。新兵？下がっておれ。はい。殿、戚继光になめしすぎです。弱いガキにされました。いや、それは違う。戚继光はこれまで敵に手を抜いたことはない。大内殿。はい。戚家軍の攻めの主な目標はピンハイウェイだ。このわしが見に行く。大内殿はシンファーを離れず守りを固めてくれ。それと経験を積んだ武士たちを100人ほど集めてほしい。戚继光の新兵どもを襲う。殿、100人は足りないでしょう。いや、襲うだけじゃ全滅させるわけじゃない。戚继光は新兵を連れ訓練しながら行軍しておる。だったらこのまま訓練させ続ければいいんだ。そして最後にこの2000の新兵が戚家軍のお荷物になるように仕立てればいい。はい。
2里外的树林，一群和尚和倭寇正在厮杀。我大概猜到是谁了。欧阳申，将军，倭寇可是要比和尚多了5倍之多，咱们要不要去增援呢？去。不过不用增援，别说5倍，就是10倍，也不是这伙人的对手。走，会会老朋友去。冲进去杀，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杀光倭寇！戚继光，是谁让你来多管闲事？杀倭寇怎么能叫多管闲事呢？再说了，这么多倭寇，你一个人杀得光吗？你是误会我了，我这是练兵的，你看看。我懂了，好办法。练新兵就得这么练，找一些容易的仗给他们打，打着打着就有自信了。要一开始就打硬仗，如果打输了，怕他们这辈子都不敢拿刀了。平海卫是吧？既然同路，那就同行吧。全体水师已经集结完毕。此次出战，一定要把倭寇赶出福建，一个不留。余帅，末将杨文参见余帅。杨文，你来了，戚家军也到了福建。此次戚家军能够入闽，说来话长。不足道也。来了便好，半年了，这一仗你们等苦了吧？余帅，不瞒您说，其实这一仗不是等来的，是偷来的。这么说，你们还请余帅莫要声张。全体抗命，这是找死啊！余帅，与其让戚家军困死浙江，不如战死福建。戚家军上下早已无惧生死。袁敬呢？此次入闽一共12000大军，袁敬带着2000新兵正在后面边练边行，预计明日方可到达。边练边行。余帅可是担忧什么吗？但愿本帅担心的事情不要发生了。赵监军，传令，原地休息。原地休息。请。欧阳兄，
相逢即是缘。善哉善哉。七兄，你套的这个近乎，我可真不敢收啊。收与不收，你我总是相遇，这总是缘分吧？缘我认，债我也得还呢。好，等打完这一仗，你要想再和我较量，期末奉陪。这可是你说的。不打诳语。七兄，福建的这一仗，是谁让你打的？不打诳语。天下大事。七将军，计时用的珠链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剩这么多了。今日时阴时晴，没有这个计时的珠子，没法计时了呀。七兄，你这珠子是怎么个算法？这个珠子一共有74个，以行军步伐为准，一步一计，以此来计时。拿去吧。欧阳兄，你这是？我这串珠子是少时在南少林习武时所得的开光之物，一共108颗。你手上缺了多少，就拿多少吧。这万万不可！开光之物如果断损，乃大不吉之事。收回去吧。哎，欧阳兄，佛所言，仁者慈悲也。我断着佛珠，成全的是大智慧，有何不可？这里一共是108颗，七兄你缺多少，拿去便是。多谢欧阳兄了。王子君、その覇気には誰も戻れないです。もう言ったでしょう。100人足りない。聞かなかった。下げろ。中谷様に報告しないの？こんなことを報告したら間違いを指摘してるの？下げろ。はい。志賀軍は安が確かに上手だ。平海ウェイの防衛が固くて向上したいな。ふん。チェジ君、福建に来たら死ぬことだ。平海卫是兴化城之屏障，若要攻下兴化，平海是重中之重。今天大家都在，如何突破这道屏障？我想听听各位的高见。平海城城高墙厚，不可强攻。如今的办法是派一队人混进去，或许可以成功。袁将，这事儿交给我吧。回头我带几个功夫好的，然后我们扮成渔民潜进去。乔装打扮这招倭寇常用，他们一定会特意防范。此招不妥。平海卫城现在由长谷亲自把守，要想潜进去，还得骗过这只老狐狸。袁敬，戚家军和长谷交手最多，此人有没有蛇之7寸？长谷看住这个人老奸巨猾，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往往这种找不到7寸的人，更容易被捏死。此话怎讲？物极必反，
有时候一个人的长处，恰恰会变成他的短处。长谷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精通易学、兵学和佛学。这个人除了有狼子野心之外，可以说跟中国人没有区别。这次如果要骗过他，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一脑门子的中国文化。如此说来，你已经有对策了。办法是有一个，不过我还没想好。既然这个方法戚将军说不出口，那就由我来说。兴化城和平海卫如今屠杀了上万人，晦气冲天。那长谷又是个中国通，必定看重风水福祸。若是我带着这帮僧兵以念经超度、入城驱秽为由，必将顺利潜入。到时候时辰一到，逼抢开门。如此一行，那欧阳将军可是危急万分呐。这个办法绝对不妥。僧兵既是出家人，怎么能沾这种血腥之事？容我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当今国难，不分你我，不分官民，不分僧俗，不分族姓。袁敬，你可知当时我为何将这佛珠送给你？欧阳兄的意思是为了成全大人大慈悲。这只是其一。佛珠在我佛佛语中意为福珠，说白了，就是少一份杀戮，多一份太平。我将这佛珠送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戚元敬能对得起这串佛珠，能做得到这句福珠。我手下这些僧兵都是少林出家之人，我欧阳申也算是半个出家人。我们不怕赴这个死，也不怕见这个血。本来荡平倭寇就是降妖除魔，是菩萨心。谭大人，末将想了许久，除了此法，别无良方。戚将军这一计，乃是最上策。子立兄，你是福建的巡抚，还是由你来决定吧。如今之计，也只有劳烦欧阳将军了。定不辱使命。我的意见是，明日清晨，欧阳兄带领僧兵潜入城中。明日深夜，待倭寇属于防范之时，发起总攻。好，袁敬，你率戚家军做路上主力工程。余帅，请余帅带福建水师于沿海策应。得令，得令。何事じゃ。城門の外で坊さんが来た。大田少林寺の坊さんです。登場証があります。ピンハイウェイではすでに5000人が死んでおる。その魂も休まるところがないままさまよい続けてるはずじゃ。お経をあげて成仏させることも必要じゃの。門を開けろ。はい。
你看这几天沿海这里风向太乱，我琢磨着今晚一定会是月黑风高的天气。咱们把总攻定在今天，怕会吃亏呀。真是有半年没打仗了。你忘了，本帅最擅长的就是打算定战吗？七爷，你的算定战算的是人，这次要算的可是天气啊。放心吧，都算好了。我戚家军什么时候打过没准备的仗啊？报，赵大人到。谢，是官兵。来的还真是时候。戚继光，你来福建，这是抗旨，这是死罪。我当然知道这是死罪。如今兴化城已经丢了，福建也是旦夕不保，广东派去的援军已经尽数被歼。浙江离福建只有几日的路程，难道我就坐视不管，任由倭寇屠城吗？戚继光，你糊涂！老夫我不是个浑人，也爱惜你是个帅才，这才把你戚家军调防杭州，就是怕你擅自出兵。是指望你老老实实等朝廷有了旨意再做打算。你们戚家军为朝廷打了无数的胜仗，加之朝廷上还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该让你打的自会让你打，若是不该你打的，你一个指头都不能碰。你怎么就不懂呢？大人一片苦心，戚继光感佩在心。但是朝廷的圣旨晚一日到，福建便会多几千百姓遭倭寇屠戮，多几座城池被倭寇占领。我戚继光可以等，可是福建成百上千的百姓等不了了。我来已经来了，这场仗我戚家军非打不可，还非胜不可。来人，把戚继光给我绑了！是。谁敢？谁敢？将军，大人，您就让戚继光去打了这一仗吧。等打完这一仗，要杀要剐，任由大人处置。戚继光，你真是疯了！赵大人，对不住了。把忠诚大人请下去吧。赵大人，军令不可违。请。七爷，这下可回不了头了。离弦之间，本就回不了头。殿！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戚家軍はどのくらいおる？戚家軍の1万2000人以外に福建水軍の船を5隻手配した。福建軍部の談論は各自の陸軍を増援に手配しました。数は不明です。奴らは手を組む気でおるな。天もすでに暗くなっておる。
あの奇獣丸は何の武器もない。奴らは手を組む気でおるな。天もすでに暗くなっておる。あの奇獣丸は何の武器もない。殿、ご覧ください。火星拦住他们！有兵士！杨兄，今生得遇奇勇远近，欧阳神虽死无憾。欧阳兄。 杀尽倭寇！这酒是苦的。他是不是说过这酒喝不醉？师弟他喝这个酒，便如昔日勾践，卧薪尝胆，是为了自省。元帅，你早已知道。这个葫芦我见过，师父抱病之时，我去庙中探望，在屋里的桌案上见过这个葫芦。 师傅是出家之人，从来不喝酒，哪来的酒葫芦？一问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不愿认我的师弟。
既然他不想见我，我也没必要在寺中多留。直到在平海卫见到这个酒葫芦，才知道原来是他。如果欧阳兄还在，一定会认元帅的。没关系，他不认我，我认他。原来这酒里还真有苦胆。如此说来，这酒不是用来醉人的，而是用来醒人的，为的是不忘扫平倭寇之志。欧阳兄生前曾经把他的108颗佛珠拆了，供我祭食之用。如今昔人已去，也该把这个佛珠还原成108颗佛家之物的样子，随其安葬。不必，要葬就葬那74颗军用实际吧。再怎么说，佛缘再深，毕竟还是个将军。欧阳将军和平海卫殉国的僧兵，到底是该按佛理葬，还是按军礼葬？欧阳兄出身佛门，死于军阵，应以佛理火化，再以军礼安葬。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就依袁敬之见。戚继光，你悔不悔？悔不悔？仗已然打了，也打胜了。乡亲们，听我说两句：闻死谏，无死战。古训就是这么说的。文臣有一种上奏，叫死谏；武官有一种出征，叫死战。都是置敌于死地，也置己于死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大丈夫之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戚家军不是我戚继光的军队，是大明朝的军队。他们不是为我一人之将领而战，应该为大明的存亡而战，为百姓的安危而战。这一仗是不能打，但是该打，该打的仗就要打。对，铲奸除恶是天理，杀倭平寇也是天理。我戚家军行的乃是天理，事已为之，我戚继光至死不悔。赵忠诚，时辰也差不多了，行刑吧。时辰已到，问斩。刀下留人。于大帅，你官拜福建总兵，戚继光是我浙江的将，就算罢了官，依旧有我浙江巡抚节制。这一刀，你拦不了。哼！戚继光抗倭杀敌，为浙闽两带的居民拦下了多少刀？这一刀，我拦定了。你别忘了，
两地总兵私联是什么罪过？哈哈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不判你这罪名，恒宇之战，老夫就是这么干的。如果怕，就不是我于大有。说得对，亡命旗牌在此，你再目无王法，老夫连你一起斩！哼！慢着！这两个人，我看看谁敢动。仗是在我们福建打的，这里是福建的地界，对吧，父老乡亲？大家放心，有我谭伦在，浙江巡抚的亡命旗牌，他就下不了这刀。今天老夫一定要斩了戚继光！你敢？你们反了！你敢抗命？不能亡命旗牌在此，谁敢阻拦，一律问斩！开斩！谁敢？别动！于帅，司礼兄，圣旨到！圣旨下，戚继光接旨。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着戚继光官复原职，任浙江总兵，率本部兵马出兵援闽，收复失地。旨下之日，即刻出师。钦此。谢皇上！谢皇上！臣领旨谢恩。等等，旨意未到，亡命已违。就算来了这道圣旨，戚继光也难逃一死。敢问上差，这道圣旨是圣上何日所拟？4月初3。哦，那就是半月之前了。谭大人，此问何意呀？赵忠诚，半月之前，戚家军尚在浙江，还未到福建。哼哼，那又如何？上差，圣旨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旨下之日，即刻出师。圣旨说的明明白白，是旨下之日即刻出师，而非旨到之日即刻出师。这道旨虽然今日才到，却是半月前所下。赵忠诚学富五车，理应知道这2字的区别吧？莫非圣上早有此意？来人，在！送赵忠诚回浙。好自为之吧。戚将军。戚家军监军赵大和恭迎戚将军。戚将军官复原职，指挥权交回。
大成。末将在。奉皇上圣旨，我戚继光重任戚家军3军统帅。从今日起，为我大明千千万万的子孙，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倭寇进行最后决战。快进去休息一下吧。啊！太岳，你说说看，严嵩做了20年的首辅，他最可恨之处为何？擅权、贪墨、滥杀忠良。论权力，他打不过皇上；论贪腐，他也吃不垮我大明。我大明千万忠良，岂是他严嵩能够杀得尽的？严嵩之祸，在于他当政却不作为呀。皇上修了几十年的道，他信这一套，不作为也就罢了。可是严嵩做了20年的首辅，却也毫无作为，没有一项确切的政令。我大明到了嘉靖年间，本应该发展得更好，却全都毁在这个奸臣的手上了。看来，学生的想法跟恩师是一样的。为官者应有所作为，不能明哲保身。我本来是想请罪的，现在看来也不必了。你做了什么呢？我利用兵部堂官的职权，将于大猷跟谭伦派去增援戚继光了。我老了。恩师，您未老。嗨，这人老心也老了。说说戚继光吧。这个家伙打仗向来主张算定战，你从来不过问此事。兴化之战，你为何如此啊？戚继光战略已经上报兵部，我看了，可是他太急于求成了，他急着肃清倭寇，所以才出其险兵，想打一场歼灭战。可是严党初定，朝中不稳。平海卫之战后，皇上虽然又启用戚继光，所以戚家军不能败，只能胜。你认为兴化之战有几分胜算？戚继光此举本来就是刀尖上起舞。谭伦跟于大猷他们的人马加起来才不过1500人，杯水车薪啊！我们做内阁的也只能将事情做到如此了，余下的就要看前方的将士们了。参见戚将军。等你们许久了。李雪，你在军中已有些时，军中诸事你也了解了，这场仗你也要参加。是，我早就等不及了。这是我们和倭寇的最后决战，你和杨文的任务很重要。由于时间很紧，我只说一次：兴化被倭寇占据，
城门坚固，且四门都有我大明的火炮。如果强攻，势必伤亡惨重，且无胜算。无胜算的仗，我是不会打的。杨文、林雪、胡守仁在。这次戚家军的兵力是1万人，你们率8000主力，由东南绕过兴化府。戚将军，杨文不知这是为何？这是唯一的一条可以让大军行军而不被倭寇发现的道路。途中，你们要经过无人的沼泽和密林。经过兴化府之时，胡守仁在。你经过兴化府时，率1000人守住兴化到赤血滩的要道。你的任务是死守，谨防兴化府派出的援军。是。杨文、林雪，你们继续前进，前往赤血滩。这里将是最后的决战之地。七爷，为何要选择赤血滩？难道倭寇会放弃坚固的城池吗？兴化府城内也是1万兵力，1万对1万，他们势必选择死守。如果1万对2000，长谷是个赌徒，他肯定想要吃掉我。诱敌？对，诱饵是我。我率赵监军、大成2000人，打着帅旗，一路向南，奔向赤血滩。途中，我会故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兵力。这样一块肥肉，长谷势必派出主力，想在赤血滩一举将我歼灭。赤血滩是一片浅滩，向海面绵延10几里，岸极高，坡缓，水浅。他们无法用5风船在海上对我进行夹击，所以我会在赤血滩展开兵力，用鸳鸯阵背水布阵，死死地缠住敌人。而我和林雪要做的，就是带领余下的7000大军，绕到赤血滩的背后，前后夹击倭寇。对，我们要的就是一场歼灭战，这是最好的办法。此战的关键是时机。这2000人最多只能坚持1个白天，时间再长了，有可能会覆灭。所以此战的胜算就在杨文和林雪的迂回上。我说完了，有疑问吗？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各自下去准备，1个时辰以后，全军开拔。得令，得令，得令，得令。戚将军，请说出剩下的安排。你如何知道我还有计划没说？赵某是文官，和你手下那些百战百胜的将军不一样。我想问题往往是先考虑最坏的结果。我想将军为了不影响士气，还有安排没有说，告诉我，我来办。那你来说，我听听。请将军把军令交给我。我猜这军令一定是给福建水师提督的，此刻已经盖上了您的官印。命令是让福建水师出动一切可以出动的战船，绕行出海口，堵住倭寇逃往日本的道路。我们跟五峰船队的决战，就在这次。大和，你不愧是胸中有帅才，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彭玉之战泄密之事仍未查明，所以我的作战计划留了一手，长谷看住。如果他要是逃了，这场仗还要再打下去。派你最得力的部下，保证务必送到。得令。
殿、何の戦略で抵抗しますか？何か言ってくださいよ。知事官もこれで終わりじゃ。ご命令ください。殿、これは本位戦の内容からのですか？お主ら二人には分からんことがあったって構わんのじゃ。大一殿とわしで兵を8000率いてシーシュエタンに攻め込む。そこにはチージャー軍の2000の兵たちがわしらをおびき寄せようとしておる。はい。誠、お主に兵3000騎を預ける。お主はリンドゥンシーチャオの北側で奴らを待ち伏せしろ。ティージャー軍の主力は8000じゃ。お主は一昼夜奴らと応戦すればよろしい。3000人は8000人を抵抗できない。確かにお主の言う通りじゃ。地形から見て防ぐことは難しい。だがしかし味方の人間がお主をチジャー軍の攻めから守ってくれるはずじゃ。シージー官どもがそこにつけば選ぶ道は二つに一つ。一つはお主の守りを突破して一番の近道でチーシュイタンにたどり着くこと。そしてもう一つは攻めることをやめ三日三晩かけ遠回りしてチーシュイタンにたどり着くことじゃ。どちらにせよこのわしの手で奴の首をはね飛ばしてやる。承知しました。大内殿、シャオシェンに残ったウーフォン船に大砲を詰め込み、チーシュイタンの北でわしらを待つように伝える。殿、どうして？戦というのはな、刻一刻と状況が変わる。即の事態が起きれば海の上でわしたちは民の水軍と一戦を交わさなければならん。はい。これまで長い間ずっとわしらはチージーグアにやられっぱなしだった。この千載一遇の機会を絶対に逃しとはならん。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将军，人到了，带上来。三位将军，老乡，这里常起雾吗？对啊，附近是大片泽地，天气一潮，海风吹过来就起雾。老乡，你来看，此处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你到底有多少成的把握？有7成把握。不行，这样戚将军可就危险了。不能是7成，必须得是10成。这样吧，我带几个人，再找几个老乡过来。等等，这样不行。别说此处大雾没有散尽，你对周边地形不熟悉，就算你把人带回来了，也不一定有10成把握。那该如何是好？唉，
我说实话吧，我没有70%把握，只有50%。林轩，你怎么想？等雾散。不行，戚将军打的是算定战，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还有50%把握；如果再晚的话，恐怕连这50%的把握都没有了。老乡，我们信你，带路。好，将军，请。拿过来我看看。行军图。你们两个来看看。这座山现在是咱们的位置，偏离原定路线1整天急行军的距离。戚家军内有藏得很深的奸细，去把那个向导抓过来，我要审他。火手用意，海へつけ。戚将军，看这架势，倭寇来了8、9千人，杏化城他不守了。长谷勘助是个赌徒，他想以最大的兵力优势一口吃掉我，他上当了。殿，どうする？誠には一夜にわたって守りきれと伝えてある。変わるがある。休みなく、そして淡々と攻めろと伝えてある。千々岩の軍勢は総力を挙げて挑んでくるじゃろう。肉弾戦じゃ。ヘトヘトになってるに違いない。攻め方よーい。
所有人听令，准备战斗，布阵。这可怎么打呀？这么小的岔路，别说鸳鸯阵了，三才阵也展不开呀！不行，我们得绕行，在这儿打根本就过不去啊！不能再绕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耽误了1天的行程，如果再绕，没有2、3天的时间，根本赶不到赤血潭，必须突破石桥，过了桥齐行军，这是唯一的办法。听我命令，第一阵，5分队，上！杨文怎么回事啊？我们炮弹用尽了，那7000人，就是俺打铁骑也挡不住，一定出了变故。什么样的变故能挡住他们？七爷，来不及想了，天快黑了，要么趁夜色突围，要么死守待援。撃ち方よい。殿、すぐ暗くなり、討伐を防ぎましょう。CG 軍は逃げはせん。あいつは勝つこと、そして負け戦にならんことに自信を持っておる。この決戦を前にわしらはあらかじめあらゆる策を練っ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ん。だが一旦戦が始まればそうたやすく手を変え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お主らにも前に言った通り、この戦いでは奴らよりもわしらの方が先を見通しておる。CG1は今何をすればいいか全く分かっておらんはずじゃ。わしらは優勢に立っておる。CG1は戦術を変えてこんはずじゃ。救援が来るまで持ちこたえようとするはずじゃ。大川君は抵抗できますか？それは難しい。だが誠は全力を尽くすに違いない。CG1が橋を突破する前に奴の首を落とすんじゃ。でも大川君が。わしと誠の2人にはよく分かっておる。生きては多分2人で会うことはないじゃろう。列阵！所准备。将军，你这是死战队员了。我给杨文下的命令是，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人，也一定要回来。でも大川君が。わしと誠の2人にはよく分かっておる。生きては多分2人で会うことはないじゃろう。列阵！
正体弾を放て。金锁准备。将军，你这是死战队员了。我给杨文下的命令是，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回来。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我们撤退的话，倭寇就会追击掩杀，我们这场仗就算是输了。一口一台，后面，手突き！怎么办？死战！八门金锁，布阵！布阵！倭寇是孤注一掷啊，以全部军力对付戚家军了。这兴化城必定是一座空城。子立，事不宜迟，速带1000兵马驰援赤血滩。余帅，倭寇已经在海上虎视眈眈，待我拿下兴化城，立即调集福建水师，等我的消息。保重，攻城！全军驰援赤血滩。大家都跟紧，保持队形。来，虎击！
的人冲过去赤血丹保护齐将军。你这么点人怎么守得住啊？废什么话呀！你在这里，人头都得死！全队听我号令，直奔赤血滩，攻！快，奔袭前进！再见了，我的兄弟！我没带你们突围，怨不怨我？不怨。弟兄们，倭寇就在前方，站起来！攻め方よ。やっちまえ！投枪准备！齐将军，标枪用尽了。传我将领，放弃两翼和后卫，呈冲锋阵型。齐将军这是要……齐爷，到最后了是吗？齐家军就算灭亡，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直取敌主将。沙场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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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ている限り曲がりません。起立！疯狗往哪里跑？鞘。在虎首人因主力增援戚继光的同时，杨文所部仍在死战。林学奈子被不知其身份的冈川信杀死。戚将军到！长谷跑了，他一定是去入海口了，萧显的五峰船队。齐爷，现在该怎么办啊？齐将军，于大帅已经攻克了兴化城，福建水师所有战船已经在入海口集结完毕，请您下令。不能让长谷跑了，一举消灭五峰船队。胡守仁在，听令。我也去，我也去。你们都有伤，还能打吗？能打。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战了。好，火速赶往入海口，和于帅会合，登船追击。船方位，东北海面无力地，即将进入射程。其余全军全舰，全速前进。其余全军全舰，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全速前进。敌船想包抄我们。家亲がとうとうやってきよったな。撞都撞碎了，怎么打？他不是喜欢游敌吗？那我也游他一游吧。大明时期的大船只，如果船有排障，还可以自由控制方向。但是戚继光的旗舰是一艘副船。大归大，得靠方，可以控制左右转舵，不能倒着走。这一会儿，他只能是东南风了。大人，您的意思是把他引进包围圈？当然，
大鱼，上路吧。其余，后船左右满舵。后船左右满舵。左满舵，右满舵。其余，炮弹齐射。其余，炮弹齐射。准备开炮！我准备向敌船开炮。他们是要用右旋炮啊！我给见到准备死。好，左右炮手准备射击。开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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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满舵，胡船右满舵，右满舵，右满舵。他の船は前進してCG湾の機関に大砲を放て。好，全体听令，全速前进，抓！大人，我们这是要逃跑吗？不，我要把奇迹关入进我们的阵，我要打沉它。好，左满舵，调转船头。齐将军，长谷看住的将船转舵了。水平舵，追长谷将船。水平舵，全速前进。管令，满帆前进，后船收网，呈包围状。满帆前进，后船收网，呈包围状。右侧包抄，迎击敌船。从右侧包抄敌船。开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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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前方有敌船想包抄我们。七爷，右前方有好多倭寇的船，他们一定是来包抄我们的。管令，不得减速，满帆前进，左右舷炮准备，给我撞沉了它！全速前进，撞沉敌船！
不知道。什么？撞！全速前进，别让长谷的船给跑了！全速前进！别管我，继续追进！右侧拦截长谷的五方船，绝不能让他跑了！全力追击！左侧拦截长谷的五方船。齐将军，长谷已经无路可逃了。传令，船手炮准备发射！船手炮准备！准备开炮！前に暗礁があります。船が動けません。ついてこい。右に曲がれ！把他逼上前面那个小岛。齐将军，长谷的船往左转了。左舷炮准备。男的，你看，于大疣的船。齐将军，于帅的船把他们截住了。右に面舵いっぱい。七爷，他们又调回去了。男的都上。七爷。是谭大人他们也追上来了。船を反転させろ！齐将军，长谷那艘船朝咱们冲过来了，开炮吧！等等。传令，三箭齐射，给我打沉长谷的船！全速前行，放！无敌！开炮！开炮！从嘉靖25年，我出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至今，岁月沧海桑田，多少将士血染山河。今日大业已成，我戚继光没有多少胜利的狂喜，只有无尽的哀思。这份胜利来得太迟。英烈在天有之，袁敬在此一一告慰了。父亲，儿子立下的誓言，今日做到了。玉竹，你现在何处？你可知我戚元敬已驱逐了倭寇？多想在这胜利的时刻，你能在我身边。
继光仔细分析此战每个细节，他迅速判断出林雪就是那个潜伏在军中的奸细。翌日，重伤的杨文回营，证实了戚继光的判断。英灵不远，我戚继光在此发誓，尽我一生，率戚家军奋战到底。自元朝以来的200多年，倭寇为虎。经朱绾、胡宗宪、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文武将官协力王身，维护民族团结，守卫祖国边疆，把最后一批入侵的倭寇赶出神州大地，终于彻底消灭倭患。
字在心中，还未给你起名，今日都在折扇之中。戚某身世待命。隆庆元年，戚继光在首辅张居正的大力举荐下，奉命北上，镇守冀州辽东，拱卫边墙，继续为国坚守疆土。谭纶升任兵部尚书，监理京中军务，不久告归。子立兄，又该回京了。是啊，又到分别的时候了。不知何时能和你再共事，还有机会在这边墙上和你看着落霞余晖呀。我家中有一坛陈年美酒，从浙江带回的女儿红，待我们下次相逢时，一醉方休吧。好啊，到那个时候，北方的边境也该平定了吧？这个我倒不担心，只要有你戚元敬在。子立兄过奖了。算起来，你我认识有20多年了吧？23年了，那是秋天，落叶飘黄的时候。人生苦短啊，一晃23年都过去了。子立兄，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好像不曾问过，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子立少年时就喜欢音律戏曲。我记得有一年回江西省亲，我把海盐腔带回了故乡，想跟家乡的宜黄腔融合，使之流传天下。怎奈国难当头，不期然间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南征北战，半生戎马，但若问我的初心，倒是愿意做一个关汉卿那样的戏曲作家。元敬，你呢？我嘛，小时候看庄子的书，谈到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我就很是焦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在想，人生如此短暂，我不能虚度了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找到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了吗？你我二人现在做的，不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吗？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这是多少心中有热血的人共同的梦想。元敬啊，这正是我佩服你的地方。从年少起，你就有常人没有的襟怀和抱负。我谭子礼不如你啊。如果真有一天能远离庙堂，我倒宁愿做一个梨园行里的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这功名荣辱，就如过眼烟云。子立兄，你我还能再见吗？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元敬，珍重啊。子立兄，且慢。
这把剑已随我平了海波，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万历16年，公元1588年，戚继光病逝于家乡。他荡平海波，彻底清除倭患，巩固北方边防。戚继光一生精忠报国，矢志不渝，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英雄。